9月，我都找你好几天了，总算找到你了，你怎么把我拉黑了？你都把我辞了，我不拉黑你留着你干啥呀？之前辞退你，还不是因为你总揪着工资的事情不放，造成的影响不好吗？你快跟我回厂里吧，厂里的机器坏了好几台了，咱们是流水线生产，一个地方卡住，后面的工序就进行不下去，厂子都停工快半个月了。我在你那干了6年，最后我的工资比一个新来的少3000，你让那个新来的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去修呗。我本以为他行，可是他折腾了好几天才跟我说，咱们厂的设备都是二手机器改装的，好多机器经过你的改装焊接，他在学校根本没学过这些。当年你刚创业的时候，手里没啥钱，从别人倒闭的厂里收回来大批二手设备，这一批设备基本上就没有能用的，是我一台台一件件改装好修好的，最后投入生产。当年你见人就说全亏了我，要不然你这厂子都开不了了。可是最后呢，直接来个卸磨杀驴，你可真行了。不管怎么样，厂里的设备也是你留下来的问题，你必须回去给我修好。设备的问题我可全都交接清楚了啊！我走的时候，厂里没有一台设备有故障，有副厂长签字的交接单，而且你的技术总监也签字了。你既然给那个新来的工资比我高，也就是认为他的能力比我强，你让他给你解决问题啊。让他来，他建议我把设备全换新的，好维护。这不是挺好吗？画啊！怎么可能？我哪有这么多的资金啊？现在我的厂子已经停工这么多天了，你快去帮我弄好，不然厂里的损失你赔不起。怎么的？我都离职这么长时间了，你厂里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啥赔啊？哎，不是。对了，你不是说我没有本事才在你们厂里待那么长时间的吗？你还说那个新来的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一过了实习期，就是你们厂的首席机修工程师吗？他根本就不行，只会把学校教的理论知识翻来覆去，焊接他都不会，好多东西经过你的改装他根本看不懂。厂里别的师傅都说你的技术才是顶级的，厂里那些破旧的二手设备在你的改装组合之下比那些新机器效率还要高，你快跟我回去吧。我不可能跟你回去的。不行，如果开不了工，客户违约金、工人工资还有房屋租金，每一笔都能把我压垮，搞不好前几年赚的钱全都得赔进去。关我什么事啊？不管怎么样，这厂子有你6年的心血，这6年以来你一直住厂里，以厂为家，多少有点感情嘛。有，但那是之前，现在不好意思，没了。是你自己亲口跟我说的，不要谈感情。你跟我这浪费口舌，不如去找厂家给你修。你以为我没找吗？我们厂的设备经过你的改装，厂家的工程师来了都直摇头，完全无从下手。流水线是你一手搞起来的，你快跟我回去吧。怎么说我也是你老板，怎么也得给我个面子呀。给你个面子？你算干啥的？哪根葱啊？之前我只是要求你把我的工资加到跟那个新来的一样高就行，你却直接让我滚。现在我也送你一个字，滚。不行，如果我不能复工，我会破产的。你这样的人，破产你也活该。6年，我给你改装维护设备，一直让你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高效的生产，结果你呢，公然说我没本事，说我离开你的厂就活不下去。现在我离职了，我的新老板给我的月薪比你那高1万，我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以前还好。你的设备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是不会再管了。